你以为 AGI 竞赛还要打3年？错了，半决赛在不久前已经结束了。维持了近2年的 AI 4级格局一夜崩塌，原本4支并驾齐驱的顶级战队，以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方式，直接跳进了双雄对决的终局战，没有过渡，没有缓冲，甚至连给观众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期内容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马斯克突然解散自己一手打造的 XAI 不是认输，而是一次精准到可怕的筹码转移。你会看懂 Anthropic 和 OpenAI 真正的技术路线差异，而不是媒体吹的那些更会聊天、更长上下文的废话。最重要的是，你会提前看到 AI 从提升效率的工具变成替代人类劳动的数字劳动力之后，哪些职业会在未来3年彻底消失，而哪些人会成为第一批被淘汰的人。如果继续用旧眼光看 AI， 你可能连自己怎么被替代的都不知道。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次 AI 格局洗牌最后赢的会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我会仔细回答你们的问题。很多人只看到了马斯克站队 Anthropic 的戏剧化场面，觉得这是科技大佬之间的恩怨情仇。但真正值得你警惕的是，这场变局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算力转移，它直接改写了通往超级人工智能的赛道规则。在这次事件之前，全球 AI 行业的顶层格局非常清晰，只有4个玩家同时手握顶级前沿模型、充足算力储备、完整研发体系和规模化商业收入，有资格站在终极赛道上。他们是 Anthropic、OpenAI、Google DeepMind 和 XAI。其他所有厂商要么在模型能力上差了一个量级，要么在商业化上还没跑通，根本连入场券都拿不到。这个维持了近2年的微妙平衡，在5月6号被彻底打破了。马斯克宣布解散独立运营的 XAI， 这支曾经被业内视为最有可能挑战 OpenAI 的团队，直接退出了顶级赛道的竞争。更关键的是 XAE 手里最核心的资产，由22万张顶级 GPU 组成的 Colossus 一超算集群，被全数长期租借给了 Anthropic。 但你猜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大多数人到现在还没搞明白22万张 GPU 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数字游戏。目前全球 AI 竞赛的核心瓶颈从来不是算法，不是人才，就是算力。谁能调动更多的顶级 GPU， 谁就能训练出更强的模型，谁就能在这场竞赛中领先一步。而22万张 H100 非 H200 非 GB200 混合 GPU 是目前全球单一主体能调动的最大规模的独立算力集群之一。这笔算力的注入直接抹平了 Anthropic 和 OpenAI 之间最大的差距。在此之前， Anthropic 长期受算力不足困扰，服务频繁宕机限流，很多功能只能小范围开放。而现在它不仅拥有了和 OpenAI 正面抗衡的底气，甚至在某些算力维度上已经实现了反超。很多人说马斯克疯了，把自己砸了几十亿美元打造的算力家底拱手送给了3个月前还被他骂成邪恶反人类的对手。但你仔细想，马斯克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解散 XAI 不是放弃 AI， 而是把 XAI 整体并入了 SpaceX， 更名为 SpaceX AI， 并且已经开始建设更强大的 Colossus 2超算。这次合作本质上是一次算力资源的最优配置。马斯克用自己暂时用不上的算力换来了 Anthropic 未来模型的优先使用权，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的话语权。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 Anthropic 在拿到这笔算力的第2天就放出了第2个重磅炸弹。5月7号晚， Anthropic 正式宣布成立专属研究院 TAP， 一次性抛出了53个关乎 AI 终极走向的核心问题。同时，他们下一代大模型的完整技术路线图也被完整曝光在了公众面前。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 Anthropic 在拿到这么大的优势之后，不是先藏着掖着闷头研发，反而要把自己的研究历程和技术路线这么大方地公之于众？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这次事件里真正重要的变化。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来不是 Anthropic 多了多少张显卡，而是他们拿到这些算力之后要去解决的问题和他们要走的路。先来说这个刚成立的 TAI 研究院，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大厂常见的装门面的机构，搞点学术研究，发论文，提升一下品牌形象。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TAI 里的研究议程不是空泛的学术探讨，它的4大研究方向：经济扩散、威胁与韧性、AI 社会影响、AI 驱动研发加速，每一个都直指当前 AI 发展最核心也最危险的命题。而这53个研究问题里，最刺痛人的是 Anthropic 自己提出来的一个正在逼近的现实。
如果一个3人的团队现在就能完成以前需要300人才能做完的工作，整个产业的组织形态会发生什么？这句话不是凭空的猜测，而是 Anthropic 在内部已经观察到的真实变化。他们的 Claude 相关模型已经在软件工程、安全攻防这些领域实现了这种数量级的效率提升。它的研究议程里还有一组更值得玩味的问题：当 AI 驱动 AI 自身的研发时，会不会出现递归自我改进？如果真的出现了，人类还有没有能力监督这个过程？对于这个问题， Anthropic 的回答非常坦诚，不知道。但他们明确提出，必须现在就开始研究，甚至要为可能出现的 AI 危机建立类似冷战时期热线一样的基础设施，确保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至少还有一条能沟通的渠道。他们直言，光靠公司内部的安全团队已经不够了，需要一个独立的机构去问那些公司商业层面不敢问也不能问的终极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很多人都忽略了，它也不是一个脱离业务的象牙塔，它的所有研究成果都会直接输入 Anthropic 的长期利益信托 LTBT， 直接影响公司的核心决策。而 LTBT 的唯一使命就是确保 Anthropic 的所有动作始终以人类的长期利益为核心。换句话说， Anthropic 不是在为下一个版本的模型做准备，他们是在为 AI 可能出现的超出人类控制的质变提前做布局。他们成立这个研究院本质上是给自己建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聊完了长期布局，我们再回到当下，看看 Anthropic 下一代模型的3大技术方向，这才是他们和 OpenAI 对决的核心武器。在刚刚结束的 Code with Cloud 开幕演讲上， Anthropic 的产品研发主管非常直白地披露了下一代 Cloud 模型的3大核心技术方向。乍一听，这好像就是常规的模型升级，但如果你把这3个方向连起来看，就会发现 Anthropic 要做的根本不是让 Claude 变得更会聊天、更会写文案，他们要做的是把 Claude 从一个单次响应的对话框工具，彻底改造成一个能长期自主运行的工程合伙人。这里有一个核心概念叫任务世界，什么意思？就是衡量 AI 能独立不间断的工作多长时间，同时产出的质量不仅不下降，反而还能持续提升。迪恩在演讲里给了一条非常清晰的时间线，让我们能直观感受到这个变化有多恐怖。几年前 Claude 最拿得出手的能力是写一封像样的商务邮件，当时所有人都已经觉得很惊艳了。1年前 GPT-4 发布的时候，一个智能体能独立稳定运行1个小时就已经是行业顶尖水平。6个月前 Claude 的智能体已经能通宵跑任务，人类睡一觉醒来，他已经把交代的工作全部做完了。而就在上个月， Claude 相关模型直接读完了整个 OpenBSD 的源代码库，找到了一个在里面藏了27年的 TCP 非 IP 协议站安全漏洞。这个漏洞从1998年被写入代码开始，过去30年里，所有的人类审查者、所有的自动化测试工具、所有的静态分析器全都没发现。从几分钟到1小时，到通宵，再到能完成人类30年都没做完的工作，这不是线性的进步，这是数量级的跨越。而 Anthropic 下一代模型的3个方向，就是要把这个任务世界从小时级、天级直接推到永远在线的级别。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方向，更高的判断力和代码品味。很多人以为这是说模型会写更多代码，错了，这根本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简单来说，以前的 AI 是你告诉他要写什么、怎么写，他帮你敲代码；而现在的 Claude 是你告诉他要实现什么目标，他自己来判断用什么技术方案，怎么规划路径，甚至自己发现逻辑错误，自己回溯修正。目前已经落地的 Claude Opus 4.7 版本就是这个方向的阶段性成果。很多开发者团队把编码智能体切换到这个版本之后，解决的生产工程任务数量直接是之前的3倍。更重要的是，它能在规划阶段就自己发现逻辑漏洞，自己修正，最终的执行更快更干净，根本不需要人类给它搭复杂的脚手架。Opus 4.7 发布的次日， Anthropic Labs 就推出了 Claude Design， 实现设计加代码双线并行。已经有开发者用这个组合直接构建出了生产级的产品界面。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了一个能独立做决策的规划者，这是从工具到劳动力的核心质变。第二个方向，近乎无限的上下文窗口。很多人对涨上下文的理解就是能一次性塞更多的文档进去，但 Anthropic 要做的根本不是简单的长度叠加，而是通过高质量的记忆机制，
让模型在长时间跨任务的运行中，始终能保持上下文的连贯性和理解深度。举个例子，你让一个 AI 帮你做一个为期3个月的项目，以前的长上下文可能能记住你第一天给的需求文档，但到了第2个月，它可能就忘了中间的决策细节、踩过的坑、调整过的方向。而 Anthropic 要做的无限记忆，是让 AI 能像一个真正的项目合伙人一样，全程记住所有的细节，理解每一次调整的原因，甚至能基于之前的所有信息，主动预判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儿。第3个方向，多智能体协调能力，这个就更值得关注了。它能让多个 Claude 智能体组成一个团队分工协作，完成单一模型根本做不到的复杂目标。比如一个智能体负责产品规划，一个负责技术架构，一个负责代码开发，一个负责测试验收。他们之间能自主沟通、自主协调、自主解决冲突，根本不需要人类在中间传话。把这3个方向合在一起，你就会明白 Anthropic 的野心。他们要做的不是一个更好用的 AI 聊天框，而是一套能完全替代人类团队的自主运行的智能系统。当 AI 的任务世界从分钟级跨越到天级，甚至永久在线，它的本质就从一个提升效率的工具，变成了能完全替代人类劳动的数字劳动力。聊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Anthropic 的这些动作到底是真的有实质性的突破，还是只是又一场科技圈的营销造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毕竟我们见过太多科技公司画大饼吹牛皮的场面了，那我们就用已经发生的可验证的事实来做判断。首先是模型能力的质变，已经有了非常扎实的落地案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Claude 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表现。就在今年4月， Anthropic 的 Firefox 团队用 Claude 预览版在1个月里修复了423个安全漏洞。这个数字有多夸张？过去15个月， Firefox 的人类安全团队总共只完成了31次漏洞修复。 Claude 1个月的工作量是过去1年多的10几倍。更关键的是，它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一次误报，所有找出来的漏洞都是真实有效的。要知道，网络安全漏洞的挖掘是软件工程里对能力要求最高的领域之一。它不仅要求你能读懂几百万、几千万行的代码，还要能理解代码背后的逻辑链条，找到人类都发现不了的隐藏缺陷。Claude 能做到这个程度，而且零误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代码能力强，而是它已经具备了超大规模的深度、逻辑推理和逆向分析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 Claude 是第一个具备足够能力，需要我们真正重视潜在影响的 AI 模型。而且最可怕的是，它的网络攻防能力完全是训练过程中意外溢出的副产品。Anthropic 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个方向做训练，但模型的通用能力已经让它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对人类的超越。目前 Anthropic 已经通过 Project Glasswing 给微软、苹果、Linux 等企业和机构开放了 Claude 模型的早期访问，让他们能在恶意利用这些漏洞之前提前完成修复。其次是商业层面的指数级增长，这是最不会骗人的证据。根据公开的数据， Anthropic 的营收在2025年直接翻了接近10倍，目前的年化营收已经达到了300亿到4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已经超过了麦当劳，超过了万事达，超过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世界500强企业。OS Capital 的创始人 Joseph Jackson 甚至预测，如果 Anthropic 继续保持目前的涨势，到2028年中期，它的营收将超过谷歌母公司 Alphabet。如果说 OpenAI 的增长速度已经让人难以置信，那 Anthropic 的增长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要知道 OpenAI 从成立到年化营收300亿美元，用了接近6年的时间，而 Anthropic 只用了3年，而且这个增长还在加速。根据第三方机构 SimAnalysis 的计算，仅仅今年前3个月，它的营收就又翻了3倍。这种指数级的商业增长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它的模型能力已经在真实的商业场景里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企业愿意真金白银地为它付费，而且是大规模持续性的付费，这才是对 AI 能力最硬核的验证。第三，要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1年前引发整个科技圈震动的那份 AI 风险报告，正在以比所有人预想都更快的速度变成现实。这份报告在1年前发布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是危言耸听，是警示预言。他提醒说，2030年之前，人类可能会面临 AI 带来的重大影响，同时也预测了一系列 AI 发展的关键节点。而现在回头看 Anthropic 这2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在验证这份报告的逻辑链。就在5月7号，Google Docs 的联合创始人 Steve Newman 也专门发布了一篇长文，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而我们的准备还远远不够。这里最有欺骗性的地方，就是它看起来太像一个渐进式的技术进步了。大多数人都觉得 AI 会慢慢替代一些简单的工作，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但事实是 ，AI 的能力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今天它还只能帮你写代码，明天它就能帮你管理整个公司，后天它可能就会在你根本想不到的领域实现对人类的全面超越。人类总是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低估长期影响，但这次可能反过来了，我们正在严重低估 AI 在未来3年带来的颠覆。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是被那些 AI 只是工具的叙事带着走，那你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拆解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帮你提前看懂 AI 带来的机会和风险。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OpenAI 和 Anthropic， 谁能拿下 AGI 的门票？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谁能先做出 AGI， 而是谁能在做出 AGI 的同时不让它毁灭人类。OpenAI 走的是一条快速商业化、快速迭代的路线，他们把模型能力尽可能快地推向市场，用商业收入反哺研发，不断加速模型的进化。这种路线的优势是速度快，能快速积累数据和资金，但缺点是安全风险高。为了抢占市场，他们可能会在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而 Anthropic 走的是一条安全优先、长期布局的路线。他们成立独立的研究院，建立长期利益信托，把 AI 安全放在了商业利益之上。这种路线的优势是更稳妥，能更好地控制风险，但缺点是速度可能会慢一些。这两条路线没有绝对的对错，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场竞赛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无论谁赢，人类社会都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阿给离我们还很遥远，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但你想想，就在3年前，我们还在为 ChatGPT 能写一篇通顺的文章而惊叹，而现在 AI 已经能找到人类30年都发现不了的漏洞，能替代300人的团队工作。按照这个速度，3年后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 AI 本身，而是人类对 AI 的无知和傲慢。我们总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总觉得技术永远是为人类服务的。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当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类的认知速度，灾难就会随之而来。现在 Aggie 的门票只剩下2张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向着那个终极目标狂奔。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竞赛的观众，也是这场竞赛的赌注。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超级人工智能，你觉得它会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终结？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想持续跟踪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竞赛，想提前看懂 AI 带来的机会和风险，点一下订阅，我会第一时间拆解所有关键事件背后的真实逻辑，帮你过滤噪音，看清本质。最后提醒一下，本期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 AI 发展和职业影响的判断，都只是基于现有数据的概率推演。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决策，